陶艺是一个你不知道结果的工艺，你只能是去投入它，去完成它。我做陶艺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，最开始的时候就专门去到景德镇进行观摩，租一个院子。前5年实际上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东西，就是学习拉坯、成型、摸索泥料的特性。因为我2地跑嘛，所以全家的生活变得有点疏远，处于一种抛夫弃子的状态。2020年，我就是今年结束了景德镇的工作室，搬回到上海，把自家的阁楼简单改成了工作空间，1/3的时间忙碌家庭孩子，1/3的时间忙碌陶艺，剩余的时间用来自然虚度。早上起来简单的全家早餐，然后就检查泥坯，看天气的状况来晾晒泥坯，打扫工作空间，处理泥浆。这个早晨的习惯是在景德镇养成的，因为早上状态比较好，可以安静的思考和观察。去公园捡些植物回来，下午回来把听书软件打开，一边工作一边听书。最近在听杨照讲《史记》，做陶呢是比较占用手和眼，但是耳朵比较空闲，没有什么用。在上海，你的主要的工作窑炉就只能是电窑。陶艺家他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就要适应不同的方式，跟窑炉本身的特质没有关系，只要你的创作理念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思考。上海的夜间用电价格低一点，所以烧窑一般从傍晚开始，到了1200度以上的高温阶段呢，正好是电压比较平稳的深夜。最近装了摄像头对着电窑炉，录制好以后就可以回看检查升温曲线嘛。隔1天降温，第3天上午开窑。我希望能做一些跳脱常规的器物，譬如我尝试茶台，茶台的作用是比较隐蔽的，它可以让你跳脱你之前的泡茶的姿势。最近在做的花器也不是很容易常规的摆放，它像是雕塑一样的，在空间里你要去考虑它和空间的关系。换的系列其实是在尝试釉的表情，你看蘸釉、吹釉、淋釉、浸釉，上釉的方式它会决定陶器最终呈现出来的气质。今年在李曙韵老师的茶家空间里做了石壁松风的发布，李老师他很鼓励这样一个新的尝试。我有搅不同的泥，然后加入比较坚硬的颗粒，所以它们会很自然地发生一些开裂，就很像风化的效果。我非常尊敬的陶艺家是黑田太丈，中国目前的独立器物作者是在慢慢涌现，但是也许未来不一定会和日本一样的作者模式。在景德镇找一个有1万小时工作积累的工匠很容易。我们的生活美学在慢慢苏醒，在重建当中。搬回上海之后，我就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，晚餐是比较重要的，家人围坐，嘻嘻哈哈，大家聊天。等孩子结束功课，我会继续在楼顶工作室忙一阵。陶艺目前还很难有收益养家，所以我的先生他会继续经营他的企业。我们的计划是80岁以后栖息山村。做陶艺有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我没有想过要放弃它，它是我的一个创作的语言，我会一直继续下去。